千萬年前，一隻猿人仰望星空的時間超過了預警值。3000萬年後，人類在月球邊緣回望地球的瞬間，終於抵達了那隻猿人抬頭看向星空的那一眼。從那一刻起，人類看向宇宙就不再只是為了競爭，而是為了追問：我們是從哪裡來的？宇宙是從哪裡來的？而這一切最終又會走向哪裡？我們為什麼要探索宇宙呢？人類之所以天生就對星空產生好奇，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來自於這些星空。構成我們身體裡的碳元素來自恆星核心的核聚變，構成血液裡的鐵元素來自恆星生命盡頭的超新星爆發，構成骨骼和岩石的鈣、硅、鎂來自那最早一代的恆星死亡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並不是偶然出现在地球上的塵埃，我們是宇宙演化的一部分。在宇宙刚誕生的时候，還沒有今天這麼複雜。那時候的宇宙很簡單，簡單到幾乎只剩下最輕的元素。後來，第一代恆星點亮了黑暗，它們在自己的核心裡一點一點把最簡單的元素壓縮、鍛造成更重的元素。再後來，它們走向死亡，有的平靜地把自己的外層拋向宇宙，有的則在最後一刻猛烈爆炸，把那些辛苦合成出來的重元素拋向四面八方。這些元素進入新的氣體雲，進入新的恆星系統，進入新的行星，在138億年的長河裡，最終進入海洋、山脈、泥土，也進入了生命。所以人類天生就會對宇宙有一種天然的執着，因為從最根本的層面講，我們本來就來自宇宙。這更像是一種回憶，一種生命對自己最古老來處的回憶。如果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從哪裡來的，那第二個問題一定是宇宙自己又是從哪裡來的？這可能是人類所有的問題裡最大也最難回答的一個。真正讓人類第一次開始接近這個問題的，不是理論，而是望遠鏡。哈勃和韋伯望遠鏡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，它讓我們看見那些原本以為空無一物的黑暗天區，其實塞滿了數不清的星系。它讓我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宇宙不是一個零零散散點綴着幾顆星星的空房間，而是一片規模大到超出直覺的星海。它讓我們看到了宇宙在膨脹，看到了更早期的星系，看到了宇宙在年輕時代留下的痕跡。人類為什麼一定要花100億美元造出這樣的大望遠鏡？因為只有這樣，我們才可能一點一點逼近那個最初的問題：宇宙最開始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？時間、空間、物質、能量，後來的一切結構都是怎麼來的？而人類今天所有的觀測，其實都是在沿着這條線倒着往回追。所以探索宇宙，也是在試圖回答一個幾乎沒有盡頭的問題：我們是從哪裡來的？宇宙是從哪裡來的？可探索宇宙最沉重的一點，不在起源，而在結局。宇宙不是永恆的樂園。再過幾十億年，太陽會越來越亮，地球表面會越來越不適合生命存在。再往後，太陽會膨脹成紅巨星，那時的地球甚至都會被直接吞噬。可這還只是很小的一層。當你把視角再放大，恆星也不是永恆的，它們會燃盡，會衰老，會熄滅。星系也不是静止的，它们會相撞，會合併，會消散。甚至黑洞這種看起來能永恆存在的東西，在極其漫長的時間尺度上，也會因霍金輻射慢慢消亡。整個宇宙最終很可能會走向一種非常冷、非常暗、非常安靜的結局——熱寂。所有的恆星都會熄滅，所有的物質都會消失，宇宙會變成一片極其寒冷、空曠、無盡的黑暗。所有的一切都永恆地失去了意義。所以人類之所以要探索宇宙，是因為我们來自宇宙，因為宇宙的起點決定了我們的起點，因為只有看見宇宙最終的命運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此刻的意義。也許宇宙不會給我們溫柔的答案，也許它最終只會把一切帶向寒冷、黑暗和沉默。可即便如此，人類還是會繼續看向它，因為在這樣一片浩瀚到近乎冷酷的宇宙裡，能夠抬頭，能夠發問，能夠試圖理解這一切，本身就已經是生命最偉大的奇蹟。